我是罗帅宇，中南大学湘雅二院的一名普通医学生。如果此刻你们能听见我的声音，那意味着我的生命已无法亲自回答那些未解的疑问。但请相信，我的每一条录音，每一个字句，都是对真相的执着，对生命的敬畏。Hello， 大家好，我是静。那我相信屏幕前面的观众朋友看到片头的这一小段罗帅宇医生的最后影像，大家应该都猜到我要聊什么。对，就是罗帅宇事件。那如果说这几天你有刷各大社交媒体的话，我相信你都看了很多和罗帅宇事件相关的一些影片与录音呢。可是呢，我在这边还是想来简单的和大家来聊一聊罗帅宇整个事件的一个过程和我对这个事件的一个看法。那说实话，当我在准备这一期影片的时候呢，我观看了大量的罗帅宇父母出来的发言和曝光的相关资料之后，我真的是心如刀绞，心痛疾首。特别是当我看了罗帅宇医生生前留下的在片头的那一段影片之后，我就更加的心痛了。因为从他片头的那短短的一个影片当中可以看出啊，他不是一个误入历史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他和这个疫情期间新冠疫情当中的李文亮医生还不一样。李文亮医生他被称作疫情的吹哨人，他是误入历史的。他是一开始只是在他的家人群朋友群当中去叮嘱去嘱咐去提醒他身边的人，然后他在群里的发言被其他的人给发出来了，才让这个消息彻底的曝光在大众面前。可是罗帅宇医生他仅仅28岁而已，仅仅是一个医院的实习生而已。他做这一切，他从到这个医院去实习，收集了1万多份资料。他在去世之前，他可能已经强烈的预感到，在不久的将来，他自己将会被自杀。所以说他才录下了这一段影像，去告诉世人，如果说当我们看到这一段影像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来亲自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了。所以说我看了他这段影像之后，我真的是那个心在滴血啊！就是年仅28岁的年纪，花一般的年华，有一个大好的前程，他其实是可以选择和这些肮脏污秽的这些医生狼狈为奸，同流合污的。可是因为罗帅宇医生他内心深处的人性、良知，还有那一份赤诚与正义，就让他没有办法和这些人去同流合污。他仅仅是一个实习医生而已啊，然后就在实习期间收集了大量的证据，这个医院的一切的人所犯下的一切的罪行，包括非法器官移植、夸大病人的病情、各种各样庸医的行为，还有收回扣、收红包等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的罪行，都被他取得了相关的证据，存在了他的电脑里面。那所以说啊，和这个李文亮医生相比，罗帅宇他不是一个误入历史的人，他可以称得上一个真正的英雄。因为他是主动去选择去做这个事情的，他知道他自己将会面临的是杀身之祸，但是他还是继续选择去做。所以说他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的情绪有一点失控，特别是我看了罗帅宇医生的父母，就是特别年迈的一对父母，非常勇敢的视死如归的，还在为他的孩子这个不明不白的死去而奋斗，去把这些非法的器官移植的这个罗帅宇医生所留下的证据公之于众的这种勇敢的赤诚的正义的行为之后，我就更加的为中共国他这个深不见底的这个吃人的社会感到悲痛欲绝呀。他这样品质的人，在中共国如今的社会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那下面呢，我就想和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罗帅宇医生他这个事件的整个发展和过程。他这个案件呢，罗帅宇医生呢，其实是在去年，也就是2024年的5月8号就已经去世了。罗帅宇医生出事的地点是在他医院宿舍对面的楼，他是从15楼跳下去了啊。那事后呢，中共国的官方的警察给出的定论是说他是自杀身亡的。可是后来呢，当罗帅宇的父母赶到案发现场，去看到案发现场的种种疑点和迹象之后，他们就产生了深深的质疑啊。那首先就是他案发的地点是在他宿舍楼对门的一个15楼上面发生的。他这个楼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案发点，它是一个非常狭窄的，狭窄到它是有一个护栏的。它就是说，你要先跨过护栏之后，然后有一个很小的洞，它这个洞呢，大概也就是在80公分之内的一个洞啊。它就是说，像罗帅宇他这样的成人的男性，他要爬过护栏，再从这个洞里面跳下去的话，是有非常大的难度的。他就是说，他要去完成这个跳楼这个动作，都在物理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事情。而且它坠楼的方式啊，是坠到离这个楼大概7米远的地方，而不是坠到离墙很近的地方。那如果说他是自己跳下去的啊，他从这个护栏上爬过去，然后从这个狭窄的口里面跳下去的话，他的坠楼地点应该是在离墙较近的地方，不可能是在离这栋楼7米之外的地方。那中共国的警方给出的解释是说，地面有一定的弹性，所以说他跳下去之后，他的尸体就弹出了7米之外的地方啊。那这是中共国官方给出的解答。那其次就是呢，案发现场也是有种种的疑点的，譬如说他的衬衣啊，他的衬衣上的扣子呢是少了2粒，然后案发现场的床上和地上都有少量的血迹，以及他的眼镜，他是有戴眼镜的，他的眼镜已经在案发现场被人家给踩碎了。他就是说，他在掉下去之前呢，就是说可能有和其他人进行搏斗的一些迹象和痕迹啊。可是中共国的官方说呢，是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他们是否认了这个搏斗的说法。还有其次就是呢，还在罗帅宇的这个抽屉里面发现了2.5万元的人民币现金啊。那其后呢，就是他的父母就始终是坚信他不是自己跳下去的，可能是被自杀的啊。那事发之后呢，医院也并没有第一时间通知罗帅宇的父母，而是把事发现场都处理过之后才通知了罗帅宇的父母啊。他的父母去到之后呢，是要求进行尸检，可是呢，医院是拒绝去支付这3万多块钱的尸检费，而且罗帅宇的父母他们也是普通的底层，一时半会儿也凑不出3万多的尸检的费用。那因此呢，他的尸体在案发之后就并没有得到尸检都没有做。所以说，这是第一个本案最大的一个遗憾的点，就是在案发之后，医院就很快的毁尸灭迹了，就是尸检都没有做。他到底就是在生前有没有就是已经是一个死亡的状态，被人家抛下去的，或者是被人家推下去的，我们都不得而知。那因为最后没有做尸检。那根据案发现场的情况呢，我觉得只要你是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知道他不可能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跳下去，还跳的那么远啊。那所以说呢，他这个死了是一定是有蹊跷的，99.99%都是被死亡的。那其后呢，医院是把罗帅宇的电脑和他的个人的手机都拿走了，然后呢，
要罗帅宇的父母去签一份保密协议，以及支付罗帅宇父母85万3的一个赔偿，让他们去签这个保密协议。如果说他们不签的话，他们就拒绝把罗帅宇的电脑和他的个人物品退还给罗帅宇的父母。看到没有，医院居然有这样的权利，不退罗帅宇的私人物品给他的父母啊。他就是说，把这些证据都掌控在手中啊。那其后呢，罗帅宇的父母逼于无奈，也只有签了所谓的保密的协议。其后呢，他们就获得了罗帅宇的私人物品，包括他的手机、他的背包以及他的电脑。电脑呢拿回来之后，就发现啊，这个电脑里面的一切的信息都被人为的删除了，电脑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他的父母就找了专业的人员进行了恢复，把电脑里面的信息都恢复了。恢复之后呢，他们才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在罗帅宇的电脑里面居然有11000多份的证据和资料，都是揭露这个湘雅2院的非法器官移植、各种非法行为的，就是医生非常不堪、肮脏的这些非法交易的，有1万多份的资料啊。然后这个时候，他的父母才恍然大悟，就说就更加的确定罗帅宇一定不是自杀的。他的死一定是非正常死亡的。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他们恢复了电脑当中的一些资料提交给了湖南的公安和这个卫健委，然后他们也成立了一个联合调查组，美其名曰联合调查组，去调查这个案件。可是调查了几个月之后，并没有给出任何的进展和结果。它就是典型的中共国官方打太极、踢皮球的一个处理方式，他就想冷处理啊。那因为有大量的相关的证据都指向了这个湘雅2院的肝胆科的副主任刘祥峰啊，他们是判了刘祥峰，说他是一个庸医啊，有涉嫌很多的违规操作之类的，是判了他这个副主任17年而已。那其他人呢，并没有受到相关的判决，而且罗帅宇之死直到今时今日还是被官方定论为是自杀身亡啊，就是现在啊，所以说罗帅宇的父母现在出来极力的发声，是因为他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1年多了，1年多以前官方的认定是自杀身亡，只是后来他父母曝光出来大量的证据和资料之后呢，就象征性的处理了这个湘雅2院的这个肝胆科的副主任啊，但是罗帅宇的死还是被定为自杀身亡。那现在呢，罗帅宇的父母是在极力的在中共国的各大社交媒体上发声，去曝光更多的罗帅宇留下的这些相关的医生的特别让人毛骨悚然的一些事情。譬如说有2段录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好，对，听不到我们那切掉了，这把你切掉了，就切掉了。那他咋后面咋说呢？他活着还活不活了？就看上面的是吧？合作愉快呀！好的，好，行，好，谢谢啊，磊哥。3个9岁孩子，他要分3到5岁啊，6到9岁，然后男女各3例。每个组就是6例不，男女各3例不。然后取了那标本呢有要求，有什么又是不能沾水啊，又是不能要取什么静脉血啊，好比较复杂。这个呢是穆院长和那个穆正南院长和谢主任牵头的，谢老师牵头的。然后呢，我是当联络员。以上这2段录音是罗帅宇生前偷偷录下的医院内部医生的对话。第一段是医生因为患者钱不到位，所以说就胡乱治疗，就把人家的肠随便切掉了，还吊儿郎当的说他要死就死吧，那就看他的命呢。就是这样的医生，大家会不会觉得毛骨悚然？不管死活的，因为你的钱没有到位，就随便把你的脏器给割掉，让你
死就死吧，他们一点都不要在乎。第二段录音是更加的让人毛骨悚然。我相信在中共国的全部的父母听到这一段录音之后，可能你的背后都一阵发凉。他这个录音当中是想找标本，他口中的标本是3到9岁的儿童，他要找3到9岁的儿童来做标本，然后做静脉取血。那我在这边和大家科普一下啊，我大概去做了一下我的 research 啊，这个静脉取血是要活体取血的，他就是说他找这些所谓的标本3到5岁的孩童，他们准备做什么？你们就可以脑补一下。而且他这个湘雅2院在罗帅宇所提供的那1万多份的证据当中，有几十份的证据是指向湘雅2院利用脑死亡的借口就判定这个病人已经死了，然后就把他的器官拿走了。这样的案例是有好几十例啊，他留下的证据是有11000多份，那其中可能还有更加骇人听闻的，我们还不得而知。现在的情况就是罗帅宇的父母没有办法通过中共国官方的途径去获得真相，获得一个公正。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背后的产业链所牵扯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中共的官方现在就只是把这个湘雅2院的肝胆科的副主任拿出来做了替罪羊，他就想盖棺定论了，就和当年那个铁链女和这个胡鑫宇的案件是一个道理的。官方一旦盖棺定论之后，他们是不可能再翻案的，他这个案子就已经办成一个铁案了，因为这个后面的利益集团所牵扯的东西，所涉及的社会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说他这个案件是不可能有公正有真相，也不可能让他往下查的。我现在是非常的担心罗帅宇父母的人身安全。说实话，我在做这些影片之前，我尝试在微博上，我现在是非常的担心罗帅宇父母的人身安全。我在做这些影片之前，我尝试在微博上去和罗帅宇的爸爸取得联系，我就想问他可不可以和我来做一个连线，来谈一谈大概的事情的经过和他手中的一些证据。可是我后来我转而一想，我还是不要去和他连线了，因为如果说我和他连线的话，那中共国正好可以利用这个借口来打击他，来给他安一个口袋罪，毕竟我是海外反贼嘛。那如果说他跟我通话的话，那中共他就正好找到一个借口和一个理由，把他就灭口了。所以说我后来我就没有联系罗帅宇的爸爸啊。那现在呢，我真的是非常担心他爸爸和他妈妈的人身安全，他们2个也是非常的勇敢和坚持，他们最近一直在各大社交媒体上直播和持续的发声，希望通过舆论和网友的力量去把这个事情彻底翻盘。可是呢我觉得希望是非常的渺茫的。还有再来就是呢，事发之后湘雅2院试图去找这个罗帅宇的父母去私了，要向他们支付1500万的封口费，可是被他们拒绝了。他们想要的并不是钱，他们要的是一个公正，他们要的是一个真相，还有就是他们想揭露的是中共国这个肮脏污秽不堪的这个器官移植、器官买卖，以及这个医院和医生行业的不堪呢。所以说他们到现在还在死死的与这个已经腐烂到根基的这个体制去抗争呢。我看到罗帅宇的父母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我的心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沉重。那我也希望屏幕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们大力的转发和扩散罗帅宇事件，让这个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共国这个肮脏污秽的这个器官移植和这个医生他们是多么的泯灭人心，让大家都看一看啊！我真的是希望通过外界的发酵，
国际上的舆论和压力可以让中共相关的部门和中共的高层站出来，稍微有一点人性的去正视一下罗帅宇这个事件，因为他这个事件实在是太多疑点，太多疑点了。他的死绝对不可能是自杀的，这么多的证据爆出来了，怎么可能是自杀呢？还有就是他去世之前，罗帅宇医生的2部手机都有发信息、打电话。他去世之后，居然有人用罗帅宇的其中的1部手机去拨打了110，然后呢还发了2条信息给他的医院的同事，一条是罗帅宇要出事了。他这里就是说，如果说他是罗帅宇本人发的信息的话，他怎么可能会说罗帅宇要出事了？他肯定会用第1人称他不会用第3人称那所以说，这一系列的各种的疑点、各种的证据，都足以证明他绝对不是自杀的，他是被自杀的。那我这里呢，也要强烈的呼吁一下，在中共国强烈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时候是你们站出来挺罗爸爸罗妈妈的时刻了。如果说现在你不站出来一起给中共政府施加压力的话，可能下一个受害者就是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孩子我们谁也不知道。现在你为他发声，就是在为你自己发声。OK，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